還有一些垃圾已經堆積成山的問題，因為我們這個垃圾車過不来啊，所以今天我們要在这個城市的另外一邊啊去做一個垃圾回收場。那麼我們在這個火車站的旁邊去掏一條隧道，4車道應該夠用了。通過這個位置應該把這個隧道給它抬起來是吧？檢查一下它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火車道啊？看起來是影響了，再把前方的節點去拖動一下。這裡太高，就很神奇。剛才增加路口以後啊，它突然又多了一個節點。再試一下，現在是沒有問題的。然後我們繼續拉直線的話，拉在這兒，就不用再調整這個道路的高度了。我們只需要在這個火車道旁邊去加一道圍牆就行了。那麼說到圍牆呢，咱們直接來一個稍微現成一點的。怎麼樣？好多了，跟我們的火車道去隔開。然後接下來去做回收中心的話，咱們得快一點了。這個垃圾處理單位還可以為我們輸出12兆瓦的電量，然後垃圾車數量27。哇，這個大小可以把它放在這兒。然後先讓它運營着啊。這個垃圾車出動了以後，我們城市的垃圾就完全沒有問題了。鉴於現在我們的收入只有2700。所以這個垃圾場建一個就夠了，後方就先暫時不發展。不過我們接下來需要人口的話，咱們檢查一下啊，人口該蓋在哪兒？繼續發展人口的話，把城市其中一條主幹道啊，直接把道路拉在這兒，然後這個方向它還可以繼續去擴展。隨便拉2條線啊，先去觀察一下。就這樣吧，那2條線我們先做一個備用。然後再蓋小區的話就比較簡單了，我們直接找到這個高密度的住宅區啊，找一下4級的。前方放置的3級房子現在已經穩定了，我們再加一些4級的，它應該也能蓋得起來。再把遊戲稍微加速一下，這個房子蓋得太慢啊，中間空2格就行了。這個位置稍微挪動一點啊，挪在這兒。圍繞這個方塊以後建一圈啊，我們從地面上來看的話，它是這樣一個造型，就是每棟房子中間它是一個水泥地，看起来太空了，所以還用到我們那個辦法。有同學說那個商場是怎麼加的，我們在這裡可以演示一下。你比如說找到高密度的商業，然後我訂閱了有幾個現代的商鋪底商，直接把它強制放在這兒。你看放在每个房子的中間以後，咱們再用 Move It把它向前方去拉伸一點，直接把它挨在路邊，這樣就真實了吧？這個1樓的商店呢，中國移動什麼什麼地產，還是比較真實一點的。至於這個另外這個方向呢，它道理是一樣的。或者我們看一下這個小區能不能為它增加一個大門，之前所有的小區都是沒有為他們放置的。我去，這個凱旋門這麼大，什麼時候做一個特大小區的時候我們再用啊？這個博蘭登堡門，這個位置還是比較合理的，咱把它放在這兒以後再多多少少去移動一點點。它就是一個小區的正門了。OK， 再加一個人行道，把前方去升級一下。這樣一個小區的正門就有了。然後啊，咱們再加一條隱形的路線，把這個小區徹底給利用起來。雖然咱們不造景啊，但是也可以簡單一點，把它做的稍微像樣一點。加了道路以後啊，這個車輛可以進去了。哇，這個車輛，這個垃圾車進去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點不合理？這樣啊，我們再用這個 TMPE 呢，稍微設置一下。道路車種限制，所有的車輛都不讓它進入。然後這個小區內部呢，我們把馬路沿過來之後啊，再去做一個籃球場一類的，這邊就不連接了。派拉多克斯廣場，先看一下效果。如果放它可以的話，那麼也沒有毛病。作為一個小區裡面有一個小廣場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
然後我們進入小區內部去看一下，這邊簡單的放了一點小樹，一個小廣場，前方一個大廣场。這個大廣場現在的市民還不少啊，正在到訪。其實一個非常簡單的小區啊，我們不用造景，就是其他的地方我們再把那個商场給補上去就可以了。咱们再檢查一下這個城市有沒有別的問題啊。垃圾已經堆積成山的問題解決了。哇，這個房子好，這個房子可以入住135個家庭，甚至還可以把它稍微複製一點。用它去快速增長人口的話，一個房子就能增長1000多。這個地方造的有點太慢了啊，作者造的太慢了，呸！再往前方呢，這個位置咱們要不要為他們做一個地鐵？可以增加一下我們這個汽車的取代率。有了公共交通，這些市民他們肯定就不會再開車了。咱們找到這個地鐵的選項，作為地圖正中間的位置，我覺得在這裡我們可以放一個超大的地鐵。那我們放一個下沉式路旁地鐵站去試一下。這個地鐵只有2個站台，這個大小好像也挺合適的。然後我們再去村莊裡面啊，村莊裡面看一下哪邊的客流量比較多一點，最好是能夠來到我們這個公交車的站牌。有一些市民他們就可以直接中轉了嘛。那麼村莊內部啊，咱們直接放一個稍微小一點的就行了。可以。杂草再去除一部分。重慶大學站啊，放在這兒也行。效果是這樣一個效果，旁邊還有一個小型的停車位。咱們建立了2個地鐵線以後，需要連接一下這個地鐵軌道，先切到地下。然後呢，再看一下2個地鐵的位置啊。2個地鐵其實挨得不是太遠啊。然後呢，咱們直接在這兒去拉曲線就行了，以最短的距離讓2個地方的市民可以快速中轉。建造費用68020。哇，還好我們現在有300多萬啊！我還記得在開場的時候拿6萬，別說6萬了，6000都拿不出來。連接了地鐵以後啊，你看這裡的市民現在也不少。這個地鐵我之前為什麼沒有發現？中間還是可以過市民的，挺好。我們再創建一條線路啊，以城市為起點，創建一條新線路，再來到村莊，然後再來到城市，結束線路。這是我們城市的地鐵1號線，現在已經可以通車了啊！有沒有市民下來？咱們看一下。哇，這個旁邊的市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啊？他們從哪裡得到的消息？我們第1輛地鐵已經來到了。但由於在地下，我們是看不到它的軌跡的，所以我們可以來到村莊裡面去等待一下。OK。也有市民進來了。這些市民可以進去，也可以出來，說明我們這個通車是沒有問題了，就不用再檢查了。然後我們再來到城市裡面啊，去看一下這個客流量。通了地鐵以後，我相信它應該可以取代1半的車輛吧。咱們檢查一下啊，點開這個公共交通呢，我們再找到這個地鐵的選項。可以看一下車輛取代率，現在是0%。